大家这几天这个一直在念念啊，虽然是有点烦，但是有没有人念出快乐来的？念着念着心里头，也不一定说它是快乐，就是很舒服啊，很通畅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压在心里的一个东西突然间开了啊，这种开的感觉其实就是解脱啊，甚至是开悟啊，有人有吧？有，已经有开悟的了哈。好，一会儿给我签个字啊。对，有的是一开悟，像火箭似的，噌跑上去了，哎，想找你签字也晚了，所以一般我们在趁开悟之前先签字啊，彼此先签字，成就就在我们自己的一念之间，啊，一个意念，一种自我的决定啊，其实把它大一点说，就是愿望。这个愿望呢，是有一个成就的过程。愿望的本身就是一种叫做练虚还实，从修行上来说叫练虚还实。你看假设啊，比如说奥巴马，可能从他开始懂事就朦朦胧胧的想着我要当头啊，他首先有了这么一个意念之后，哎，他随着他人生的这个成长啊，这个见地啊，也就是他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能力的认识啊，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和能量，之后就是这样走上来的。如果他根本没想过当总统，在当今的社会来说是不容易成为总统的。那如果他现在如果50岁多一点的话呢，那么他立下这个志愿，最少也是在30岁的时候，他开始有这样一个志向。如果再晚了，就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啊，他做了很多的去实现他这个目标的这个整个的计划啊，才能最后实现。总得要给自己一定的时间空间啊，去做这个必要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啊。所以有愿有行就能成功。那父母亲的命运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命运。那我们的命运，我们现在修是修现在此刻，此刻只是临时的这一刹那一刹那的往前走的这1秒钟1秒钟的时间，这1秒钟是停不住的。所以我们想修所谓现在的好命、健康、快乐，其实是指实际的意义是指我们现在的未来时间。这么一个道理，希望能听得懂哈。其实是修我们的未来。说现在这个时间，你看你的表正在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现在是抓不住的。所以要修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好，是从时间上来说，是修的我们的明天、明年啊，无数个明年。这是第一。从佛教的生命不灭的规律来说，我们还在，即使修未来的话，修我们自己的命，还在修可能有一天你的人类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因为哪一天结束你也不知道，不管今天你年轻还是年长，你不知道哪一天就走了，离开这个人类世界。那么离开这个人类世界之后，就有了大致3种选择。最差一点的下地狱，就是罪业深重者啊。那第2种呢，可能被所谓世间的天地间的这个判官判别一下，就马上就投胎了，就是转世为人呐、马呀什么等等，就是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很快就转世了。那么第3种呢，就不会马上转世，在死的时候，就像有时候我在过去我看到那个电影，
哎，这个人是很善良、很善良的人，做了很多好事。他死的时候，是一道白光下来笼罩他，他的灵魂往生天堂。看到这样的光，看到吉祥的光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往上走的，啊。那么至于说天堂到底天堂分了多少个国家呢？我们还需要去慢慢了解啊。就是像佛教来说，就有极乐世界；西方的宗教说有天堂，这也许就是一个地方，也许就是一个地方啊。只是每个人表述这个天堂不太一样，都是无忧无虑，生命永存，也叫永恒啊。所以在佛教还有一个从这个宇宙的位置、宇宙的环境来说，人类修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指什么概念呢？银河系。脱离出银河系这种制约。那如果有罪业的人，有罪业的人和生命会在银河系六道以内。如果你的罪业消失了，或者很少的罪业，就会飘出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这个概念应该从天体来说是这个环境，是人类地球加银河系这个环境。所以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太阳系的以地球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头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获得了永恒。以后慢慢给你表述它的真实性，确实是真实，就是很简单。比如地球上的24小时这一天哈，这一天，如果把地球的位置离太阳，现在比如说地球离和太阳的位置是100公里的话，好吧，我把地球搬家，搬到10000公里以外，它在地球在转这一圈的时候，感受到太阳的一天的时候，人类能活几百万年。它的时空感受是不同的了，就是非常长寿啊。所以有人把这个种子哈，很多国家的科学家把生物最方便带的是种子类啊，葱、茄子，还有小麦、大米这些植物这些种子带到太空，跟着宇宙飞船上去啊，飞几天，拿下来之后再种植。会怎样呢？大家知道吗？就会通常它的质量变大。同样是这个种子，它还是人类世界的这个植物的种子，当再长出来的东西变大了，啊，变大了。这个实验很简单嘛，只要把种子带上去，就像坐飞机一样，坐2天下来了，它就变大了。大家坐飞机坐了之后，有没有下来发现自己长个儿了的？没有哈，忘记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脚长了？对吧？有吧？尤其是女同修，坐完飞机之后发现，哎，脚长了。我呢也发现长了，我是舌头变大了。所以下来海关一说话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哎，还是真有作用。所以宇宙空间这个空间的这个位置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好了，这个就是说，在到了这个天堂之后能获得永恒的生命，我们大约理解了这个意思了，是真的可以。那怎么样才能脱离呢？就是我们从佛教的这个看法来说，就是一个没有罪业的人就可以。好，我们现在为了让自己的未来更好所以我们的未来是指未来的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存活的时间更好健康快乐呀、幸福乃至富有你说又挺健康又挺幸福，就是没钱花，幸福吗？还会健康吗？有的人没钱花特健康，有没有这种人啊？你可以试验1个月，平时1个月花1000块钱，现在1个月花100，你看看什么感觉？你看看你还健康吗？对，贫穷会引出很多疾病来的。有的人就盲目的说，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
有人说你看看西藏人，哎，人还都挺贫穷，他们每天都很快乐，而这胡说八道。你光看他唱歌的时候了，你这个，哎，唱歌的时候谁都快乐，唱歌完了之后呢？你这粮食不是抢来的，要贫穷的话就抢也没地方抢去的，大家都没粮食吃。我不相信你还能再唱出第二首歌来。对，我讲的很现实，希望大家也面对现实，啊，不要学那些，啊，就企图要得到教化又很虚假的东西。我们很穷，但是我们心里不穷，没用的。你肚子咕咕叫的时候，你说我就不饿，还是饿，这个是啥都当不了啥的，啊，好。所以为了让自己更好，还有一个我们的自己生命的未来，还有一个部分大家没有想到，是指后代。你的后代是一男一女两个有情人之间啊，这个延伸下来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是我们这个个体的生命的延续。你和你爱的人在一起生了个孩子，就是你生命的延续，请记住，这也是你的生命的未来。啊，所以为了让自己更好，啊，为了让自己的未来更好，其中包含自己的后代子女更好，那我们就应该现在学习我传授的这个其实挺秘密的方法。其实我当年我在修的时候啊，我那时候我修的时候，我得到那种感受之后，我其实当时还有一个感觉，哎呀，我可得到法宝了，可别告诉别人。所以当年有一般的小同学，还有一些年长的修行者问我，哎，那个方法怎么修的，怎么我就过不了那一关呢？我知道，我就不告诉他，因为得到这方法太难了。就像今天我得到一个金钥匙，只有我自己知道密码。我缺钱的时候打开拿块金砖出来花再说，我不能把这个钥匙和密码告诉任何人，因为你得到这个方法太难了。今天大家报了个名就来听了之后说，这就是一种让自己改变大命运的一个方法，秘密方法，这也太不值钱了呀，啊！但是就像我这个傻帽就告诉你了，啊。这不是因为我慈悲，啊，是我说走嘴了。主要我觉得我们有缘，我觉得我看到每个熟悉的人，我觉得我都欠你钱，啊，我欠你的啊，所以现在呢，教授这个方法就当还账了啊，大家不要再追债了啊。我相信会改变我们一切，改变我们的一切。如果按照我小时候那个生长的环境和我天生的那种素质，我没有今天，啊，我相信我最多就接我父亲的班，继续垒砖头，啊，这已经不得了了。所以我原来的命运最多就是这样子，啊，那今天能给更多的人带来一些好处的话，说明让自己的生命啊变得更有能量，更强大了，啊，所以这就是我学习得到的效果。好，为了让你未来的生命更精彩、更美好，为了让你的后代更好，啊，那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呢？为他诵念。还有的人说啊，那师父提得好，为后代诵念。其实我已经为后代做了很多事情了，我为他已经存了很多钱，投了很多资，买了很多房，啊，我多赚钱，让他们
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来读书，啊，到一个更安静、更文明的环境去工作、去生活、去结婚，啊，我都做了，这个当然，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哈，真的是非常慈悲，非常好，你做的是对的，啊，但是你这么做，孩子不一定是这样想。简单来说，我总结一句：爹妈在贫穷的状况下，当有了孩子，便有了一种压力和责任，就是拼命赚钱，不要让孩子受苦，啊，让他吃好、喝好、玩好、用好，啊，还要学到最好的书，读到最好的书，请到最好的老师，得到最完善的教化、教育，啊，将来不落人后，最起码。但是儿女会怎么想呢？多数的儿女，因为他还不懂事，他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啊，他生下来你就有钱了，所以儿女是这样想的，啊，我有太大压力了，这么多钱我怎么花呀？所以每天算计着怎么把它花掉，所以花不掉赌也得把它弄出去，知道吗？有的孩子父母亲给他买一辆普通的车，便宜点的车，说不行啊，这个连对象都找不上，好吧，再换个更贵的车。这更贵的车，这个老土了，开2年又是老土了，很贵，10几万、20万。好，那你要什么车呢？现在都是跑车啊，就是跑车又换来换去，啊，刚买了一个红跑车，说不行了，明年流行黄的，说喷颜色吧，喷不均匀，再买一辆吧，啊，所有的这些作为，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压力，他的压力就是说，我怎么花了之后还那么多钱没花完呢？所以他这个压力就是变成动力，一定要把它花光，啊，所以第一代立业成家，第2代啊花钱败家，啊，请记住这个规律。那这怎么样才能好呢？好，那我的想法哈，我的想法是这样。你这样干脆，你该做的都做了，该教化也教化，但是增加一个帮忙的神，啊，请观世音菩萨，啊，请药师佛帮着我管着孩子，反正我就把孩子交给您了，啊，你就去认真的诵念，认真的诵念，让佛菩萨去教化他。药师佛说，药师佛这样说：我让一切走歪道的人回到正道上来。他愿望之中说得很清楚，所以你的孩子还不懂事，走点歪道你不纠正，将来真的就走歪道了。你不要说小孩子做错事就不以为然，说长大自然能够变得正面吗？不一定哎，不一定啊。所以你干脆这样子，所以你的真心祈请，让佛菩萨管孩子，啊，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认真为自己未来的生命诵念，为未来的自己的生命的延伸延续的，也就是我们的子女去诵念，啊，把钱送给他，倒不如把吉祥送给他。如果把吉祥送给他，这孩子一切所需都会得到满足。当他懂事了之后，如果他不懂事，一切所需你都给了他了，他只能在最短的时间把它败光他。这样的故事不用我讲，你们自己上网上去查去，无数的，太多了。当年在台湾有一位大老板，赚了很多钱了，但他到了第2代呢，他第2代是个男生，他老爸死了不到10年，他把钱全部花光，全部败光了。不但败光了，这个人还被送进了监狱，不是因为没钱呢，不是因为没钱，是不学好违犯了王法。但是等到了监狱之后，钱都光光的，黑社会还要追杀他呢，他才在极大的痛苦之中让自己醒悟了。太对不起父亲了，这么大的家业叫我败光了，到今天不但没有一个存身之处，而且还像个老鼠一样得躲着活，今天给躲到监狱里来了，到了监狱才挨揍，那关了7、8年，
他在当中开悟了。他开的悟说：我一定要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人，这不要说富人了，改掉一切恶习。到了监狱没有改不了的恶习，好，都改了，除了拼命的做事做生意当然他还很好，遗传的基因也不错，但关键他有了这个动力，今天也成为台湾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位商人，就是他都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好处是他还觉悟了。很多人没有第二次没有觉悟的机会，这一次就弄死了。有的人翻不了身的，他还翻过身来了，还算不错。这样所以就不如把吉祥留给孩子。还有说，我们有同修说我想成佛，我今天再问一次，想成佛的或者想开悟的，想有所成就修行成就的请举手。好，非常好，祝福你们。就是照着这个修，今天说我也不为孩子，我也不为什么，我希望能够佛光普照我的心与佛心相应，我随时都能够在我的意念之中将佛像将菩萨像都能，我随时就能想出来。我有意想和无意想它都能出现的时候，等于人佛合一的就是一种极度慈悲吉祥的境界就离成就就很近了，乃至已经开始成就了，只要你认真。所以希望接下来的诵念别哭别闹，好吧？你就是用轻松自在真心的念佛。你想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全身细胞有多少啊？有两个不是，两个是眼睛细胞人家叫无数个几十亿个组成的这一个生命体那想我全身的细胞，我是这样想的这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全身的细胞都是一个小的我。我这样说呢，就是从人类遗传学说上来说，那取出你一个细胞来，再复制一个我，现在就很容易。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细胞就是一个小的自己，这样可以理解了吧？对了，所以我的每一个细胞千万亿个我一同在诵念，用真心诵念这样等于我念一句，等于1000万句1亿句，这个效果真的有这效果。那我是怎么想的呢？这个挺难想的呀，我这么多细胞都想不出来。就是说整个的虚空之中全是我，一个个小点，每一个点都是我自己，和我一起在诵念，那个作用就贼大了大家开始吧，这个离成就已经很近了，谁让你遇上我了？开始。南无观
萨，南无观世音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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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南无观世音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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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观世音菩
南无观世音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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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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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观世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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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南无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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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